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西方极乐世界第3部。活佛宽进法师呢，于1967年10月在福建的德化县九仙山弥勒洞内打坐的时候突然被观世音所接引而消失了踪影。法师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当时其实是被带前往了西方极乐世界，参观了九品莲花的各个境界。时间上呢，只是一昼夜而已。可是当他返回人间的时候呢，时间上已经过了6年半的时间了。当时全寺的僧人找遍了全山各个小小上百个洞穴，皆不见法师的踪影。其实法师说他自始至终呢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弥勒洞半步，很有可能他说当时是处于在洞内的另一个次元的空间中了。而当时的观音就说我带你去从下品下身到中品中身一直参观到上品上身去，这9个境界。而他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中呢，突然就听到了钟声响起，于是成千上万个那种男孩都是13、14岁的年纪，穿着红衣，系着金腰带，卷着发箍呢，装束统一，整齐列队。但他们的身体呢，皆是白色透明的水晶状。只见他们蹦蹦跳跳的都聚集在了莲花台上下，大家相互顶礼膜拜，奏起了天乐来。天上呢，各种美丽的飞鸟和声念佛。接着呢，一位全身放射出千百种光芒的菩萨呢出现在眼前，整幅景象呢殊胜至极。而观音就告诉我说，他就是大月说菩萨了。今日呢，由他值日说法，要去朝拜十方佛圣。这个时候呢，只见天空中如雨般的洒下了各种美丽色彩的那种花朵，以及各种奇异的东西。那些男孩子们就用衣服呢将它包起来，接着整个天空中放射出了比如闪电般的那种万光万色，煞是好看。在下品下身中呢，有一个叫做语言陀罗尼堂的地方，也就是说菩萨每说一句话呢，每个众生都能够听得懂。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是什么国家，任何的籍贯，菩萨只要发出一种神意所有人听到的呢，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个语言，无需通过翻译都能够直接听得懂。这就是语言陀罗尼的奥妙了。他说有一座很高的塔呢，叫做净观塔。这里的众生呢，遇到塔的顶层或从塔顶上下来呢，皆无需像我们在普通世界要乘电梯上下了。他们要上去呢，只要心念一动，立即就上去了。要下来呢，心里面一想立刻就下来了。他们的身体呢，如前所述是透明无阻碍的。不管到哪里呢，身体透壁一响即过，不会碰触到任何的阻挡，因为他们并无肉身嘛，身体透明无阻。而这个净观塔呢，还非常的大，可以映射出十方世界中的所有境界。他说来到这里就比如我们要去看这个普通世界的地球，那放眼望去呢，只有一粒沙的大小。看太阳呢，也是一样，只有一粒沙。但是如果你想看清楚其中的情形呢，例如你想看亚洲，那视线呢就会随之被扩大，亚洲就会清晰地展现在你的眼前。甚至呢，你要看其中的一间屋子那个屋子的情形也会立刻放大，视线呢也会相应的将整个事物放大，清晰的就展现在你的眼前。换句话说，就是净观塔中呢是无所不见的，它就等于是一个全宇宙的天文台。观音就说在下品终身的这个往生者呢，是生前在普通世界平时有做善事累积的善根和福德，或者是念佛向往西方净土的人，在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倍之下呢，便可往生到这个境界中来。下品上身的往生者呢，则是更进一层，在生前呢有持5戒、8戒，积极行善布施，修持较严谨的人，方能够往生到这里来。参观过了这些地方之后呢，观音就说时间有限，于是呢他便带我往更上一层去了，到中品终身的莲花池去游玩。观音就对我说呢，中品终身呢多数是凡圣同居，4众都有，有出家的僧尼，有在家的男女居士。这里的往生者呢，比下品莲花中的众生更胜一筹。他们一生呢皆有出离3界之念，在普通世界时呢勤苦修炼，除自身修炼之外呢，还积极的参与佛教的事业，如大兴土木兴建寺庙，或者大量的印证经书，宣传佛法等等，并行善布施，严持戒律。临命终时呢，蒙西方3圣的接引，往生到中品终身的莲花池来。但是他们的修持呢各有深浅，故分为上中下3等。中品莲花池呢比下品的莲花池不知要庄严殊胜多少倍，4周呢皆如七宝器城
池中的莲花花纹呢优美至极，而放出各种的光芒，相互辉映。尤为奇怪的是，这个池中的莲花的花瓣奇特分很多层，每层之内呢皆有亭台楼阁宝塔，放出10种光芒。住在莲花上的人呢，身体呈金红色透明，也会放光。他们的衣服呢装束都一样，但是他们的年纪呢约莫在20岁左右，不见一个孩子或老人。这时候我看一眼自己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我跟着他们变成一模一样的了，只有观音还保持原来的样貌。我就问观音说为什么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会发光呢？他就说呢，这里的一切都是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力所致，所以什么都会反应发光，而阿弥陀佛放出的无量光明呢，反映到这里来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你身体上的转变呢，也是如此嘛，乃阿弥陀佛的佛力所引发的变化。而莲花池中的每一个境界呢，装束皆相同，除非自己呢有神通之力，你就可以变相，不然的话呢，大家都是统一的。然而观音透露就说呢，在中品莲花池呢，也有一些色调暗淡、不会发光的阁楼。不过呢，这并不是极乐世界的实景，而是往生者的妄想的梦幻异常的境界。说着呢，眼前就出现了一座不会发光的阁楼，四方呢有宽敞的花园，百花齐放。这幅景象呢，他说就与人间那个富贵人家的豪宅没有二样。而这一家人呢，大厅上奉有3宝，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亲戚呢，皆聚一堂，修行念佛。男女老幼呢，20余人，皆是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个时候，观音就告诉我说这一家人乐善好施，慈悲喜舍，有的呢已往生到中品终身来了，但是依旧呢恩爱未断，常念人间事，所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情况呢，都会反映到这里来。观音就说呢，9品莲花一品一品的是由下而上，下品修好了呢，莲花可植于中品莲花池中。这种情形就很像参禅一样，初禅进入2禅，2禅后进入3禅，3禅后进入4禅，道理都是一样的。这时候忽然听到空中响起钟声这个楼间呢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大家就变成了20来岁的青年全是红色透明的身体，衣服装束都一样，人呢也聚集的越来越多了，不可计数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会场。观音就说今天是大势至菩萨与常精进菩萨来讲法华经了。讲台上四方呢皆是罗网，如红如珠呢放射出千百种光芒，两旁呢有7行大树耸入天际，树中呢也有亭台楼阁，很多的菩萨呢都集中在上面听经。妙法莲华经呢是华藏世界里的诸佛的根源，是成佛的根本，凡是要成佛者呢必学此经嘛。他说我听了经文之后心中有一个疑问，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妙法莲华经呢与人间的妙法莲华经的句子是不同的呀。于是我就问观音嘛，他就说呢，人间的妙法莲华经呢经文较浅，这里所讲的这个经文呢则较深，虽然深浅有别，但是意义都是一样的。可以这么说，就是罗汉不会懂菩萨的境界，那菩萨呢不会懂佛的境界。你听菩萨讲经呢只会发出一种音，千百种语言呢皆按自己的语言呢来收听到，这就是语言的陀罗尼了。那常精进菩萨讲经后呢，眼前就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奇景。只见天上散下很多的天花宝物都如球状，有的如三角形状，各式各样，不一而足，金光万道还洒了下来。台下的听众纷纷伸手去接，用衣物来装。这时候呢，天乐齐鸣，仙曲悠扬，声音不知道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十分的庄严。突然呢，台下成千上万穿红色装束的男青年呢，摇身一变全都变成了绿色衣服的女青年，桃色的裙子上呢都扎着金色的腰带，一起翩翩起舞，欢乐无比。不一会儿呢，他们又变成了球状、莲花状，出现在不同的美丽的色彩，光芒四射。一会儿呢，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了。突然呢，莲花上又出现了菩萨呢端端正正的坐姿，接着又变成了无数的金塔、银塔，光辉四射。他说我当时看完就非常的惊讶，难以形容。于是就问观音呢，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观音就说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形成的，其性质呢不是物质的，所以这里的亭台楼阁、宫殿、花草树木呢皆是透明的、无物质的，所以也就是无阻碍的，他们可以自由的穿梭而过。不信呢，你也可以去撞一下看看。于是呢，他说我就跑到这个大殿的围墙旁以及大柱子旁的每一处我都撞了一下，一出一进呢，穿入穿出，果然是无阻碍。但是呢，用手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有这个实物存在的，只是没有阻碍而已。
这种现象就有点像我们摸现实世界的那个水嘛，摸下去的时候是有东西的感觉，但是呢依然可以任意的穿进穿出嘛。跟着呢菩萨就带我去参观了2处奇景，那就是八大景山与华藏世界的展览馆。这八大景呢是代表着我们的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那莫识阿赖耶识，即八识心田。阿弥陀佛设立此景呢，是要前来这里往生的人呢，将自己的八识心田呢全部修到空为止。那第一景呢叫做光明景山，这代表了我们的眼识嘛。在这座山中呢，十方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用眼睛看得到。例如呢，要看普通世界的众生呢，他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他的过去世的情形。如果的众生的前世是猪呢，在前世是奴隶，在前世是富贵人家，有可能你的更前世呢是帝王相将，皆一一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是其他的佛土的情形啊，都可以一目了然。这第二个景山呢，叫做声闻景山，是代表了我们的耳识。一到此山的耳朵就可以听到十方世界的一切声音，比如说谁发的声音啊，只要一经耳呢就可以辨识出来，甚至呢佛在讲任何的经典皆可以听得到。那第三景呢叫做味方景山，是代表着我们的鼻识。在这座山中呢，你可以闻得到十方世界的任何气味，气味只要一经鼻子呢就能够分辨出其中的内容。比如说你可以闻得到孕妇的气味，可以分辨出胎儿是男是女，可以闻得出这个金属的气味，分辨出是金是银是铜是铁。第四景山呢叫做音声景山，是代表我们的舌识，十方世界任何的嘴中所发出来的声音啊，上至佛界下至地狱的声音啊，皆能够听得懂。第五景山呢叫做金声景山，是代表我们的身识。在此景山中呢，可以凭我们的触觉可以辨识出一切的事物，可以看到十方普通世界里的一切金身32相，哪一项的身相呢都可以看得到。第六景山呢叫做意识景山了，是代表我们的意识。在此景山中可以看到无数的诸佛呢，他们每一世的修行全都在意识中展现出来，自己的生生世世100世1000世的情形亦可以展现在你的眼前。第七景山呢叫做寂冥景山，是代表了人的第7识阿莫识。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境界，是将上述的6识呢同时集中起来。也就是说，在此景中，你想看、想听、想嗅、想味、想触、想法呢，皆一并实现。那第8景山呢，叫做无边景山，是代表着我们的第8识阿赖耶识。那这个境界呢，是偏虚空的，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3世呢，十方世界中的一切的一切皆可以应现，你都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个叫做华藏世界的展览馆。在这个展览馆里呢，就可以见到佛菩萨的各式各种的修行方法，可谓是包罗万象嘛。那华藏世界展览馆里面的每一层都有展现一佛成佛的整个过程。例如阿弥陀佛他的前世是什么人，法藏比丘，那他的师父是谁，他曾修过何法，发过什么愿望，他更前一世是什么，甚至是成佛之前的100世1000世前的情形是什么样的，皆可以一览无余。如果你想看哪一种境界呢，你就可以到哪一层去看。例如看到观音成道的过程他的每一生每一世的生活情景以及求道的经过。你想看释迦牟尼佛呢、药师佛、文殊师利菩萨等人生生世世的修行的过程，都可以在这里华藏世界展览馆里面看得到。十方世界一切佛、一切的菩萨的行形都是如此。所以观音就对他说呢，往生上品上生的众生他们在这个普通世界的时候是精进勤修的，守戒律呢静如明珠，精研佛典，断十恶，行十善，据自己所修行的法门指示呢，一一落实加以实践，身体力行，10年如一日，直至肉体寿终为止。再加上各种生前行善布施做的各种大功德嘛，在临终的那个刹那间呢，便会往生到上品莲花这里来。往生到上品上生的这个众生呢，妄想几乎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他们6根清净，他们也有了自己的菩萨境界，可以自由的变化，游戏神通。例如菩萨们聚在一起呢，想要变成一朵花呢，就全体都变成花；想要变成塔呢，就全体变成塔；想变成石头，他们就会变成石头。所以观音就说，我现在就带你到莲花池中去看一看上品莲花池。来到这里的确不同，池边周围比中品下品呢更为庄严，有一重重的这个栏杆围绕着，还散发出各种各色的光芒。池中呢有大宝塔，塔呢都呈现出多角形，
放射出千万种的光芒。那池中有美丽的桥，池里的面积大到看不见首尾。池里面不仅盛开着莲花，而且还有万象的风景布置。天空中呢有宝盖珠花闪闪发光，莲花呢有数不清的层数。住在莲花上的人呢，全都是金黄色透明的，衣服非常华丽，发出各种光芒。上品上身的众生呢，多已经成就菩萨的果位了，他们很少有饮食的欲望，自信清净是不想吃不想任何东西的，就像虚空一样，并无一物。如果稍起妄想的话，就像虚空中天多云雾缭绕一样，就是这个道理，你慢慢去领会吧。接着观音又说时间无多呢，我这就带你去看阿弥陀佛大塔莲花塔。不久呢，眼前就出现了一座庄严极致的大塔，犹如昆仑山一般高大，不知道有多少层，看起来呢仿佛有几万层之多。那莲花塔有多少个角也都分不清楚了。莲花整体呢是呈透明状的，放射出万道金光，里面隐隐约约就传出了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唱题声。这个莲花塔呢，供上品中的千千万万的往生者到那里游玩。这个塔很大，难以形容，不是人间可以想象的，大约呢有几千万个地球那么大，仿佛。所以它的高度呢也是不可想象的。塔里面有各种的宫殿，各种颜色，都是透明发光的。在上品上身的众生来到这里呢，可以穿墙而入，并无阻碍。要上要下呢，只要心意一动，只是刹那间的事情。而塔里呢，他也说是应有尽有，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华藏世界的一切众生与一切的情形，可以看到几百亿的诸佛的净土，其中殊胜的情景呢，非笔墨所能够形容其中的。他说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各种鸟飞来飞去，在塔尖上或者是在大厅上飞，塔中有各种的珠灯、琉璃灯都会发光，有的圆球灯呢还会自动的变换出各种形式，放出各种光芒。总之这里的境界呢是说也说不完，也难以形容出来的。供养十方佛都在这里集中，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华藏世界的一切众生，一切佛圣，还可以看到几百亿的佛土，他们一一都映现在了眼前。当九品莲花参观完之后呢，他说我们又回到了阿弥陀佛的跟前，我跪在了阿弥陀佛跟前呢，拜了3拜，诚心恳切地请求他给我开示。那不一会儿呢，阿弥陀佛的经口中一句一句十分郑重的就给我开示了。他说众生佛性一律平等，意识颠倒以幻为真，因缘果报六道死生，轮回不断苦痛万千，48愿誓度众生，男女老幼以信愿行，一心不乱是净土禅，是实念决定往生。他说一呢，你与普通世界有缘要度累世父母兄弟姐妹亲友，要以戒为师，教人学习净土禅，禅净双修。第二呢，就是团结各界宗教如是道嘛，各界宗教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不要相互诽谤，不要说什么我正你邪，我道你魔，我高你低，我贵你贱，说其片面的缺点，诽谤不止，护灭道门，实不该也。佛门广大嘛，48000法门，教教是真，能修持者呢，邪能归正，魔能变道，小能向大，必须呢相互相爱，究其邪，伏其正，才是佛陀慧命正宗嘛。说完这些，他就说好了，你回去吧。那一路上呢，走着走着他说脚下的莲花依然呢还飞驰着，不见南天门，很快就回到了中天罗汉阁楼。他说我停止念咒呢，脚下的莲花就消失了。又是童子拿了杯清水给我喝下，知客僧呢叫我去房中休息，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快呢就浑浑噩噩的入睡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呢，已经不见其什么寺了，甚至菩萨天人所有的金光大殿都消失了。只是回忆起呢，我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中约莫待了20多个钟头，那种情景还历历在目，犹如在眼前。这个时候呢，他说四周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说我就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冥坐在洞穴里的一块石头上。不久呢，天边就露出了曙光，我的精神渐渐的也就恢复如正常了。我一步一步的下了山，行了20余里路，到了赤水街，只见行人呢熙熙攘攘，碰到路人呢，我就询问了他一下，不禁的猛地吃了一惊。原来时间呢已经是1974年的4月8日了，屈指一算呢，我离开人间呢已经整整6年5个月了。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相信吗？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